关键荷叶叶，气体自书弦。关键，古代官员戴冠佩剑，叶叶显贵的样子。气体自书弦，气体用得很巧妙，和下文有客说邵雍像鱼竿一样的形容形成了鲜明对比。看一个人的状态，从外貌上，这是人人用肉眼都可以办到的。但很难大眼一瞅你就断定这个人没有任何心事烦恼。如果不盯着他的眼睛面貌、面部表情，只从他大概的神态形体，这些最不起眼的地方，就可以深深地感受到这个人淑贤到了自然流露的程度。那么你想，他的面貌形容这些最起眼的地方，又该淑贤到何种程度呢？人们常说，当官做到高位时，伴君如伴虎，说明官位越高，危险也可能越多。官位虽高，但能无忧而淑贤到不用担心虎狼之危时，这个官绝不简单。高谈天下事，广作生情焉。天下事你可以理解为任何事，准确地说是很多事。很多人认为天下事只不过是一个夸张的比喻而已，其实不然。在古代封建社会，普天之下莫非王臣，天下是天子的，是皇帝的，而你是一个臣子。其次，天下之大无奇不有，这些奇事都接触了解，并且能到高谈的程度，说明信息来源很多很广，而且可靠，与下一句的广作对应。广作是众多人员聚集的场所，人多到好似看见晴天里的彩霞一样，说明这些人的衣着华美，鲜艳明亮，堪比烟霞。这绝非是布衣麻鞋能达到的效果。人莫敢仰视，平息后其言。人们常说礼多人不怪，你要是对人有礼貌，尊敬一个人，仰视他，就表达了对他的敬慕敬仰之情。在这里，人们连仰视他都不敢，更不用说平视、俯视、斜视了。那你说不看就不看，大不了闭上眼睛呗。但是眼睛可以闭上，但你鼻子能不呼吸，嘴巴能不喘气儿吗？不能，要平息后其言，看他是高兴还是生气，再决定出大气儿还是喘口气儿。耳朵里要听你高谈天下事，眼睛最好闭上，不能仰视你，连呼吸喘气儿都得看你脸色。如果你已经感到他反人类了，那么再请你品一品，广作生情焉。不敢喘气儿的不是一两个人，而是像天降彩霞一样的众多达官显贵们呐。皇帝上朝都不至于如此无道吧？此所谓男子志可得而观。有一个脑筋急转弯，问世界上有几个人？答案是2个人，一个男人，一个女人。一个男人他可以否定自己的身份地位等所有的一切，唯独无法否认自己的性别。有客在这里就说，是个男人都应该立这样的志向，就问你是不是个男人吧。可以说这句话就相当冒犯无理了。我只不过是贫穷了一点，怎么就连个男人都不配了？志可得而观，看一个男人是否成功有本事，这就是标准。观其德智后有没有实现这些标准。如果说通权是邵雍不愿去做学不会的东西，是人生观的问题，那么这个观字则解释了为什么。邵雍说自己在不改安的生活中，对历史是用心去悟，对经典是用心去探，而在有客提供的这种种男子当官得志后的表现，无一例外的都是只用眼睛就可观见的，不用你去悟，也不用你去探根源。这些则是方法论的问题，一个用心去学习，一个用眼睛去享受。从人生观到方法论，是有客和邵雍之间彻底的不同，绝不可调和。这种没心没肺的生活，哪怕他再奢华，邵雍也根本看不上。在邵雍的眼里，有客只不过是一具没有了灵魂的空皮囊而已。所以这8句诗就是借你的口来打你的脸，刺你的心。这就是文字的功力，是读书人的修炼。